观众晚安，我是徐福，欢迎收看《论文门开箱》。这个大家熟悉的礼拜五，我依旧喊出了论文门开箱，因为这一周有观众很好奇，会不会论文门开箱也被这样子咔嚓没了，或是说跟通缉犯这个不能视讯啊？没有，完全没有接到这个指示。不过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新的动作，我们换新家了。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影片，来告诉你怎么找。等一下，接着我再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找。开箱论文门世纪争议，需要的不只是勇气，看不见的手正在干预。通缉犯不能上电视，国家机器的黑手伸进了。请从 YouTube 中天电视首页最下方点选论文门开箱频道，订阅按赞小铃铛，别忘记。关不了的频道出发再继续。好，不知道大家看懂了吗？不过我们现在线上先来跟彭批来连上线。彭批你在吗？我在，你在，你还在啊？对，我活得很好。大家好，好，大家每天都很关心，就是彭批到底还在不在？不是啊，到底有没有出现在影片上面？会不会也被国家机器了？好，这个彭批也在的话，我就来分享跟大家讲一下哈。如果说现在如果你已经看到论文门开箱的朋友，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其他的朋友不知道，或是说这个讯息你还不了解的话，可以把它分享出去。一般我们都在看中天电视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目前你在网络上打论文门开箱，可能会看到的还是中天论文门开箱的节目。但我们现在成立了专属的频道，你只要点中天电视进去之后，然后上面有一整排，这边选到频道，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论文门开箱。然后上面已经有3310人，你看我已经有订阅了，所以大家请记得哦，帮我按下订阅，好不好？按下全部，然后订阅这样子，还有通知，以后论文门开箱你就可以找得到。也请帮我跟你的好朋友或是很关心论文门的朋友一样，帮他把这个讯息给分享出去。那如果已经报到的朋友，在底下帮我加一下，好，让我看到你们都来了。好，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当然要谈的部分呢。这个说严肃也很严肃，不过最近几天我看到也有很多相关的话题都出来。首先跟通缉犯这个连线，我第一个就要带观众来发问：你现在人在哪里？你没看我后面绿草如茵吗？哦，加点想象力，我看到了。远一点，我好像有看到那个老人家是拜登吗？还是我不是很确定了。那个。对，不好意思，他最近不喜欢别人打扰他，别把他随随便便认出来。好，远好，所以呢，白宫草坪嘛，我在白宫草坪。白宫草坪，对，一片绿草如茵，我的确看到了。好，这个彭批在哪里？他每天至少他会在他的趁金关不了，至少礼拜五会在我们的论文门开箱，还有在好多的节目上，其实我也都看到彭批，不过看到检察官好像不太知道在哪里。不过，在被通缉之后，你有 po 出了这张照片，我看到 The White House， 就是感觉是白宫吗？不是啊，但是有这个中时已经解密了，这是一个加州旧金山的停车场。他说这个停车场建于1908年，附近啊，这个是重点哦，有一家 VHS 的签证中心，这是一家为全国政府还有外交使团提供服务的外包技术服务公司。我接下来要问的是，彭批去那边是在处理一些有关签证的事吗？还是所谓的申请美国公民，或是申请政治庇护？因为这张照片引发了大家好多的联想。我其实只是去借个厕所，不要想太多。真的，这个中时电子报蛮厉害的，蛮厉害的，他知道这在哪里，这个还蛮厉害的。这要向这位记者致上敬意，很用心的去猜测你的动机，还有你的动向在哪里啊？不过接下来我还是想问啊，就是说大家都很关心，说真的发布通缉之后，除了你的心情以外，我很好奇，而且我要带我的岳父很关心你啊，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就说，如果你现在如果回到台湾的话，如果申请美国籍成功的话，你在台湾会被抓起来吗？如果我是美国公民的话，台湾政府动都不敢动。你看啊，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林怀强教授，他根本连那个传唤通知都没收到啊，这第一个。那
照这个黄伟的逻辑，照刘成武的逻辑，不是应该直接通气林环强吗？不对吗？是吧？是，对不对？林环强也是中华民国国民啊，那他不是更应该那个居提不到，传唤不到，直接通气才对吗？他碰都不敢碰，该都不敢该。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每天也是很厉害，就是锲而不舍追817万票那个 Jason 李元生，他不是被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吗？到警察局喝咖啡吗？后来发现他是美国公民，怎么样？那动都不敢动啊，大摇大摆的出境，再大摇大摆的回来。哎呀，所以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叫“欧港多大”嘛。那今天比较可惜的就是我还没有这个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嘛。那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1450的勉励。那为了不辜负817跟1450的齐勉，我一定要拿个。其实我更想收集的是，把我的护照全部摊开来，有这个中华民国黑轮牌的护照，还有美国护照、加拿大护照、瑞典护照、法国护照，然后丹麦、挪威、加拿大，把一字排开，然后全部都是政治庇护，那这个就帅了。我还可以为了这个写一本书。这个如何教你一次取得别国护照就上手，写一本这样的书，是不是？对，保证狂卖。我跟你讲，保证狂卖。你不要看那1450跟817啊，虽然他们更想知道，看能不能我帮他也申请一份。尤其我看到最近这个岔开话题来讲，最近国际刑警组织在检讨说，是不是红色追缉令不要再滥发了？这一件事情大概，如果说台湾警方说你说要请国际刑警来处理这个所谓小到不能再小的妨碍名誉这件事情，或是说你要找美国说要遣返，我也听到有这样子讨论。我看这个根本是天马行空的事情吧？讲到这个，如果今天台北地方法院是当真的话，你也不用来，你也不用驳火，我自己去找美国的这个司法部投案呢。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中华民国的通缉犯啊，我在这儿，麻烦你帮我引渡回去。他可能还算一算，那个油钱机票不划算，我叫走吧，拿几块钱打发我。真的，我现在是比较忙啊，因为忙着要跟徐府连线。很高兴看到论文们开箱成为一个频道，大家加油，给他按赞、分享、小铃铛，让徐府能够在半年之内跟我们正经关不了一样。拿到来自美国的YouTube 的 CEO 写一封亲笔信给 Mr. 徐府，论文们开箱，然后给你10万订阅的一个银牌。哇，你知道吗？我拿到这个10万订阅的银牌是2年前的今天，今天是感恩节，所以在这边跟所有的论文们开箱的朋友们献上无比的感恩。因为你们的坚持，因为徐府还有工作人员，还有我必须感谢这个中天的所有的这个高层的决策人员，因为你们能够抵挡得住压力，你们不怕黑手，所以才会有论文们开箱，我们才能够继续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继续点燃蜡烛。虽然烛光是很微弱的，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快的就会让公平正义的这个光明普照天下。大家继续加油！我们大家，是不是用加一来表达对论文们开箱成为一个新的频道的一个支持跟鼓励？如果我们在半年之内让这个节目，让这个论文们开箱这个频道能够有突破10万的点阅，那会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就在2年前的今天，我拿到了来自美国的 YouTube 的 CEO 的这个10万订阅的银牌，那一天就是感恩节。哇，刚才听彭斌这样讲，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又是感恩节，又是2年前的今天，你拿到这个所谓的10万订阅银色的这样子一个牌子。那今天是论文们频道开张的第一天，我希望不用2年，希望真的半年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样的牌子。我一定效法彭批，把它放到什么许氏的族谱里面，是不是？就是说我也有这个订阅10万人，
那我就翻到了刚刚先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在论文开箱，好像没几集之后，我要送了一件衣服，然后做了截图，然后上面的英文字那时候还考一下彭批，这个是什么字？这个当时彭批就答了出来。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说，彭批哪一天回台湾的时候，要不要可以帮我把这件衣服亮个相，然后说这是我送你的。这个上面的英文单字，彭批可以再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单字。我已经快看不太清楚了。INTRIGUED， 好，这个是阴谋、欺骗、阴谋策划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词还富有深意，来送给彭批。那我当然没有想到说，大概你看这个4月16，半年多的今天，居然这么荒谬一个妨碍名誉的案件，居然会变成了所谓的要发布通缉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离谱啦。那我看到彭批在脸书上其实分享了这个所谓要放进你的族谱的台北地方法院通缉书。先讲这个，从以前到现在，你有想过你会有收到一张通缉书过吗？从来没想过，真的。不过，很多事情都是我从来没想过的。我说，如果按照我人生的计划，今天呢，我应该在当牧师吧。如果我的计划，我自己的计划都如愿的话，我今天可能应该是在当牧师，但这一切都没有成，就反倒成了通缉。其实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通缉犯，我是被通缉，但是真正的犯是蔡英文，因为我根本连庭都没开嘛，所以根本没有判决，也没有审理啊。我这整个案子还没有进入审理，还在准备程序。这个法官就掉头就走了，因为他没法进行啊，他往下进行他就要传证人啊。第1号证人我们列出来就蔡英文，他看了头皮发麻，所以他干脆把牌桌一掀了，掉头就走。那掉头就走呢，这个姚念慈法官、刘成武检察官，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他掉头就走，他还得开庭啊，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一招，就把我通缉。所以因为通缉我，就可以让这个案子暂停审判，他可以啥事都不要做。所以呢，他果然就想到这一点。因为你知道吗，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接下来会一直出书状，要求调查，要求什么，他总要回应嘛。所以他干脆就来这么一招。可是他们来这招也没有用啊，因为你通缉我是你家的事啊，我随时回去，我高兴回去，那你的庭就要继续开呀，对不对？所以他反倒把这个牌呢，这个发球权呢交给我了。所以现在是我在审判姚念慈，在审判刘成武，我在审判蔡英文，不是他在审判我，因为我的部分已经被 freeze， 已经被冻结了嘛。那现在我高兴怎么样回去，我就什么时候回去。我高兴用什么方式回去？高兴是戴着黑面具呢，还是穿得跟超人一样呢？还是从蜘蛛人从台北地方法院的那个高墙上面、楼墙上面这样翩然降临呢？还是找跟拜登借空军1号呢？那全在我手里啊，我可以玩的多了，真的谢谢他们。对，因为我看那个通缉里有写逃匿啦，就是应该是逃亡、藏匿的意思。但是这一点，其实彭批也在你的论文你在你的那个节目上面有讲述过，逃匿这2个字，其实对你来说，你哪里逃亡，你哪里藏匿了呢？对啊，逃亡这个字眼有2个意思嘛，一个是动词嘛，就正在跑路嘛。那如果一个正在跑路的人，他会每天上节目，每天开这个直播，然后到处去演讲，那这更不要讲藏匿咯。一个藏匿的人一定是不会让别人知道他的行踪嘛。那我不是啊，我今天一会儿参加国家交响乐团，一会儿去看篮球，哪个地方打卡，一会儿到 White House Garage。那显然没有什么好藏的，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在哪，有什么好逃，有什么好藏，对不对？做的行得正，坐得端。所以这个逃匿，我现在讲得很轻松啦，可是一旦等我发动攻击的时候，姚念慈跟刘成武，你们真的没地方逃，因为你们做的手段太粗糙了。你知道吗？
你要发布通气，你第一个你要有正当的理由，我们有100%确定的义务，非得要在每一个庭都出席，特别是你这个是准备程序，你搞清楚啊，你还没进入审理，你是准备程序，是，而且我还提出了 alternativ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提出了我可以参与庭的另外的方法给法院来采行，那你不愿意采行。全世界现在在 pandemic 在疫情期间呢、不管是任何层面，公证、授权、银行处分财产，所有东西都已经可以透过线上公证的方式来进行。对啊，那更何况说，我再过下个礼拜，我有一个台北地方法院的民事庭，是我要确认论文不存在之诉。后来呢，不是法官没有审理，后来我告了这个法官，后来这个民事庭呢，法院就准许我在网络上视讯参与啊，就连民事庭都可以视讯参与。我说过嘛，理科先生的家庭家事官司也准许，这么小的事情都准许，那我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不准许呢？所以这里面有太多的将来刘成武跟黄伟也好，或者是姚念慈也好，你们会被追诉，你们真的跑不掉。而且你知道，要通缉之前要先干嘛？要屡传不到，再来呢，那必须要有逃亡藏匿的事实，不是之余哦，你不可以随便判断别人说哦，你长得一副会逃的样子，不是哦，他有逃亡的事实，藏匿的事实。你要证明我有逃亡的事实，你最起码先做到因果关系的第一项，就是我接到传票之后，我立刻出境，那你才能够勉勉强强的推断说，哦，这个中间有因果关系，对不对？对，好，那不是啊，我早在接到传票之前的2个半月我就出境了，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对，我6月9号，好，那我的庭是10月20号开的嘛。是，但是这是第一个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不存在。再来呢，你要通缉我，你必须屡传不到。再来，你传票之后你要拘提，你这个屡传不到，你还先要有送达，就是说你要有传我的动作，不是嘴巴讲讲，是你要有行动。我告诉你，我在1450 Pennsylvania Avenue， 我请问你，你寄信给我了没？你没有寄，你怎么可以率尔就说我不在，找不到我？你告诉我凭什么？对不对？对，就算我住在白宫里，我告诉你我的住址是白宫，你觉得你寄到白宫我就一定收不到吗？鲁文斯基都在白宫卖雪茄了，我为什么不能收信？对，对不对？所以基本上，那我当然开玩笑，可是法律是这样哦，不能说哦，我认为那不可能，那就不可能。你要完备所有的手续。我请问你，你送达了没？对，你传唤了没？没有，没有。那你拘提了没？没有，那凭什么通缉？所以他这个做法都是公务人员渎职，7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告定了，而且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告，我会在月黑风高的晚上，在台湾的司法呢被革新之后，我就在10年的追诉期嘛，我在未来的10年一定会出手。所以大家在讲说，那个时间点会压在所谓的2024年，也就是蔡英文下台之后。你认为说这几位，这我一定急。这我想说，彭丕之前说不知道传播妹是什么意思，这我一定急。我想说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就说我一定是非常吉祥的意思嘛？对，是没错啦。那我送你一副春联，急急复急急，这我一定急。好像你要急的人有6个人，对不对？我要急的有6个，贺德芬老师要急的呢，大概还有4、5个啊。那么还有其他部会的，还有其他的这个，我们两个加一加，要急的人应该会超过20个。20个，这个棒球队都没这么多人哦。这个全部都是在2024年之后，你觉得说在司法可以有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之后，这些所谓在司法过程中有不当的
处理，或是说有这种私心的，或是说有一些程序上有瑕疵的，你都会来一一的追究，对吗？我不会全部都等到2024年啊。下个星期我先预告一下，下星期呢有一个部长级的人要被急了啊，教育那个部长政务官，政务官吗？有政务官被急啊。那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中高层的幕僚被急，那这只是一个案子而已，我们后面还很多呀，而且也不一定要拖到2024年，我也不认为蔡英文可以拖到2024年。我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很有信心。我曾经说过，今年蔡英文会下台，这个话呢，我是不是100%有把握？未必。但是我是不是100%在胡说？那也未必。因为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动作，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在不久的将来。那类似这样的一关又一关的往前。我相信蔡英文就像他去抽到什么签诗，什么南昆生的签诗说的，命内正逢罗伯关，用尽心机总未安，作福问神难得过，恰似行舟上高滩。我觉得这28个字再贴切不过的形容蔡英文的未来。那至于这些贪赃枉法裁判的这一些政府官员也好，这些司法官员也好，在未来10年之内的追诉期，他们会被一一送上法庭。而且我发现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很用心，而且有很棒的律师，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设的陷阱。我们要让这些东西让台湾的这一些不法的政府官员一个一个现行。那看起来他们也其实蛮笨的。我说真的，黄伟跟姚念慈不用这么急。那为什么那么急呢？我觉得他背后有人给他施压了。他真的不用那么急。他如果完备程序再来通缉我，他未来会省下很多的麻烦。可是没有，他啥也没做，就稀里糊涂的做了这么一件事。那我觉得他将来是跑不掉的。他的将来要面对的民事、刑事跟行政诉讼，他真的跑不掉。对，因为我今天去看到了很多的媒体也对于彭批这个被发布通缉令这件事情也做出了一些说法，也找到一些的法条来看。那我这边看到苹果它也是有用一个说刑事诉讼法第281条规定说，审判期日除非有特别的规定，被告不到庭者不得审判。那他讲的是审判期日嘛，就是刚刚彭批讲的说，你庭都还没开，都不是审判日，那怎么会一定要到庭？这是一件事情。而且他这边其实还有例外的状况他说如果说这个是法律规定例外状况，像是简易的判决处刑，或是允许用代理人到庭的轻罪，法院打算要判无罪免刑、罚金或是拘役的时候，可以不用等到被告到庭就审结。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妨碍名誉是重罪吗？妨碍名誉绝对不是重罪嘛。所以这个是他讲的例外，就是说你法院要怎么判你怎么判，你根本其实也不用说一定要被害，一定要被告到庭才是啊。因为我今天看到妨碍名誉第310条，如果你是最重就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15000元以下的罚金嘛。那如果他这边比较重的说，以广播电视、电子通讯、网际网络传播者，加重其刑至1/2，所以你最重就大概是最重啦，就是罚个并科30万块左右吧，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罪名。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开庭，然后就一定坚持你要到案这件事情，我相信彭批将来会在司法上面会需要继续追下去。但是我另外观察到一件事情我想说他发布通缉之后，他说发布通缉公告中止之后，所有的检察官、司法检察官都可以拘提被告或是进行逮捕，甚至我观察到这一点，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进行逮捕被告。这样的意思是说，蔡英文可以直接有凭有据的抓你啊？是啊，现在这样讲如果他是玩真的，对，他就应该司法引渡啊，对不对？虽然我们跟美国没有正式邦交，可是大家都知道台湾是美国的第51州嘛。如果台湾跟美国的关系真的这么好，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师出有名，
请老美帮个忙把我抓回台湾很困难吗？当然不会嘛。所以等我忙完差不多，等这个论文门开箱破10万，我一定要亲自去司法部投案啊，然后我也可以去这个找肖美琴嘛，跟他讲说我来了，对不对？我准备副手铐，麻烦你帮我铐回台湾啊，让他们去这个看看嘛，去看他们怎么做。所以他这个纯粹是在演8点档的连续剧。那找我当男主角，那也不给我演员费，就演出了个大戏，做个大内宣，这实在太不厚道。就将来我会把我这个一线演员啊，这个天王巨星的价码，找我去当临时演员啊，又不付我这个演员酬劳，这我会一并在民事赔偿当中跟他们要回来。那刚才徐部讲的很有道理啊，这个诽谤罪不管是现在或过去，只有一个人被判过刑、坐过牢啦，那个人叫陈水扁，还有另外一个叫李义阳啊，那个是30年前了吧？啊，因为那个蓬莱岛事件嘛，他被这个跟冯富祥之间的一些恩怨，那就只有这一个人嘛。所以我传了一个简讯给阿扁啊，我跟他讲说，我追上你了，他说你还早，他说你还没有坐过牢，继续努力。对，现在这样他的意思说我还比不上他，叫我可以继续努力。就是你这样你在这中间，你听过有人因为诽谤罪去坐牢吗？没有吧？你去看看那个网军杨慧茹，搞掉一条人命，最后呢，一颗罚金50万呢，50万搞定啊。所以，哎呀，刘成武也好，这个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忠啊，还有这个姚念慈法官，你们将来好好到法庭上去解释吧，你怎么解释嘛？对不对？你给人家发布通气，那你说吸引我不到庭，网络也好，那个媒体也好，有一些1450在胡说八道。你知道第一次的准备程序庭，我出庭了，5月4号，各位去查嘛。所以我不是屡次不到哦。5月4号我出庭了，6月9号我出国了，接下来第2次庭，我当然没有办法来嘛，因为我人出国了嘛。不是说我拿到了开庭通知之后我还跑出去然后不回来，那你说我有逃逸的可能性？是我出了国之后你给我开庭通知，准备程序，刚才徐副也念了，准备程序庭我不一定非到庭不可，是，而且有一些法界的教授拿法理来声援我，像真理大学的法律系的副教授吴景清，他说啊，被告都有缄默权了，被告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说被告不在现场就一定这个不能够继续审判啊？而且我也提出了相关的，他说这个被告要不要答辩，那是他的他不需要去自证自己无罪，那倒是检察官你要证明他有罪，所以被告如果出庭，从头到尾都不说话，那是他的权利。是啊，你就说我来这里，你说我有罪，我请你证明我有罪，我可以不说话，因为你根本就在瞎掰，我不配合你起舞，所以我不出庭跟我不说话，这是我的权利。当然，刑事诉讼法中有说到无正当理由不得啊，就是要出庭嘛，对啊，被告要出庭。问题是我的理由还不够正当吗？我请问你，有哪一个被告曾经被3封简讯追踪他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我还不想让这个爱口诺机场事件发生在台湾的桃园机场嘛。虽然说中正机场直接改文正机场，只要改一个字也不会很复杂，但是我确实有生命之忧啊，这是事实啊。再加上这个蔡同学过往心狠手辣，你看坐在赖清德的时候眉头不皱一下，然后发动网军对付4大佬，眉头不皱一下，所以这是有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出庭，没法再回来出庭。再加上现在隔离政策，昨天啊，有几个委员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啊，就算我现在要回台湾，要这个隔离旅馆，恐怕要1个多月后，对，才会有位置啊，还不一定有哎。所以我是怎样开庭啊？所以啊，我说这些东西啊，将来姚念慈
你们好好到法院上去，还有黄国忠，你们好好再当被告的时候去解释一下你们如何的枉法裁判吧。你们这个渎职罪7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到时候看是谁通缉谁啊。对，而且我看到这个包括了彭批的律师，其实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提到2个点哦。第一个，那我还是要请教彭批，他说，如果因为刚才讲到居家检疫这件事情，或是说隔离旅馆这件事情，他说如果等1个多月之后，这个陈时中如果把这个所谓的隔离14天的防疫政策给解除了，你就会回来。这是我第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在等这个14天之后你就会回来吗？第二个，还有看到李正华律师也提了一个说要撤销通缉的这个诉状，那我不知道后续的进度怎么样。好，第一个是我的律师所说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我，他这么说那就是，我反倒是我在节目中说的话不代表我，因为我会开玩笑，对不对？我说我要去拿诺贝尔和平奖，那你觉得我真的会去吗？然后我说，那如果你这么当真的话，那刘成武应该早就去做精神鉴定了，对不对？我在节目中不呼吁他再三叫他去做精神鉴定嘛。所以我说，你今天如果真的把我在节目中的每一句话都当成证据的话，那刘成武，请你先去做精神鉴定。那当然，一个人在节目中说的话是不可能当成呈堂证供，唯有我的律师代表我在法庭中说的，他说了算。他说我会回去，我就要回去；我不回去，那就是我的问题。问题这事还没发生啊。对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当然，现在对我来讲，在那个时空下，确实对我最大的困扰是我必须被隔离14天。对，那论文们开箱怎么办？对不对？我要弄在隔离旅馆嘛。那隔离旅馆会牵涉到很多配套的因素 ，WiFi 也没有问题呀，对啊，对各方面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而且我相信这个蔡同学这个犯罪集团，他最想要就是把我节目关掉。他如果趁着我把我弄到隔离旅馆，然后不提供 WiFi， 那我节目不就挂了吗？所以我的考虑其实是很多层次的了。啊，当然就别提很多人告诉我要小心啊，我进去以后搞不好就直接送火葬场之类的。所以这都是不是不可能发生了啊？在台湾的民主社会当中，我原本认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的。可是你看看这么粗糙的通缉手法都做得出来，于是这件事情更让我提高警觉。所以师傅，你今天问我说，我接下来14天的这个禁令解除，我会不会回去？我此刻不敢给你答案，因为我要判断一下，我留在这里可以做的事比较多，还是回到台湾可以做的事比较多。现在既然他已经发布通缉了，他就发布吧。对，那他发布通缉，他也改不回来。第二个就是李正华律师去要求解除通缉，当然我们知道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成的，为什么？因为解除通缉，我们所要求的仍然是递状给台北地方法院啊，所以我们是要求姚念慈法官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决定撤销，然后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忠你背书，你自己把这个东西撤销，对他们来讲不可能。对，他如果愿意撤销，他就不会通缉。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让他将来在法庭上的时候更没有逃脱的空间。我们提醒你了，我们告诉你你违法了，那你还不听，对不对？你就不能说哎呀当时行政疏忽啊，或者是说哎呀什么什么，我们已经把你的违法通缉的法条判例都已经告诉你了，那你将来你就是等着被我通缉吧。所以如果而且有些人判断说，除了说回来这件事，因为我看到也有很多1450，就是不管在你的脸书底下留言，或是在很多地方留言，就是说啊，你就相信法官，你就回来啊。有一个猜测是说，你担心可能如果回来，反正就出庭了，但是接下来法官或检察官就是检察官就申请说，你有逃亡之余，限制你出境，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是不是这一点也会有在顾虑进去？他一定会做的，他一定会限制我的住居，然后搞不好有甚者就跟阿扁一样，要去 7-Eleven 都还要去报告啊，然后不得离开什么多少公尺，他会用各种方法羞辱我，这是一定会的。那限制出境，这一定也是他的手段嘛。对，好，那所以我一旦回到台湾，那这还算好的嘞。如果没事跟那个蔡英文的那个
他的亲密爱人张祥慧一样，莫名其妙在骑楼会被摩托车撞到这个植物人，哦，然后比较吊诡的是这件事情，好像那个肇事的人好像也没什么事，那好像也没有申请要求赔偿，这我就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这听起来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车祸案件，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提供了给我很多很多蔡英文周边发生过的奇奇怪怪的事，那告诉我说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人，所以要我很小心。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势有点改变了，所以你问我什么时候会回去，我不知道，但是只要对论文门这件事情有破案帮助的任何可能性，我都会回去。好，这个我们期待这个彭皮回来的那一天。